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全新 M4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Air， 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一个15英寸版本，15英寸还是有一定分量的。天蓝色版本的MagSafe 磁吸充电线，哇，这个蓝色的线好漂亮啊！充电头这个位置呢是一个35瓦的双 USB-C 接口的这样一个插头，1、2、3。当当，哇！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个背面，打开，浅蓝色的一个键盘面。它虽然说重量上是有重量的，毕竟15英寸是一个很大的电脑了，但是还是很薄，很漂亮。这次时间实在是太紧张，这支视频呢只做了一些简单的测试和使用体验分享，希望尽可能的给大家提供参考。在我看来，这次最吸引人的2个环节，其实 M4 都算不上啊，毕竟 M4 就是常规升级，大家都能猜的。2个很多人注意的环节，第一个就是颜色，这是 MacBook Air 首次加入蓝色；另一个就是国补啊，国家出手了，替你把价格打下来。我们先说颜色吧 ，MacBook Air 首次引入的蓝色是一抹非常淡的天蓝色。我在不同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它所呈现出的效果啊，因为金属材质的缘故，所以在强光下呢，它的颜色要更偏近银色多一些，而在逆光或者暗光下，蓝色会淡淡显现。我之前很好奇 MacBook Air 它的蓝色和 iPad Air 的蓝色是不是相同的，实际对比了一下，还真不是。iPad 蓝色的金属质感更强，颜色上要更发灰，而 MacBook Air 它的蓝色则更银，更偏白。可能又有人好奇了，想问那是不是跟之前那个 iPad Air 4的蓝色接近呢？我也给大家对比了一下，也不相同。有人又想问了，那是不是和 iPhone 13 Pro 的远峰蓝比较像呢？为了节省时间啊，我把我手头能找到的所有苹果产品蓝色的设备都找出来了，给大家一一对比。其中最中间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MacBook Air 全新的天蓝色。然后呢，我从右向左带大家过一下啊。首先这款iPad Air 6和7的蓝色，然后这款 iPhone 14的蓝色，这款 iPhone 12 Pro 海军蓝，然后这款 iPhone 15 Pro 一个非常深的蓝色，有一点点像午夜色，对不对？然后这款 iPhone 12克莱因蓝，然后这款传奇颜色 iPhone 13 Pro 远峰蓝，然后这款 iPhone 16群青色，然后这款 iPhone 13雀羽蓝，然后这款 iPad 10数字版啊，这个就是一个蓝色，然后这款 iPad Air 4一个浅蓝色，然后这款 iPhone 15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工艺，白中加蓝。大家觉得现在画面中所有的蓝色，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么问题又来了 ，MacBook Air 它的4款配色，要不要选择购买天蓝色呢？毕竟这可是这么多年头一遭啊，这也是目前一眼就能够看出、体现出新设备的配色。首先呢，我给大家对比一下真机，这是蓝色和银色 MacBook Pro 的对比，因为我手头没有银色的 Air 它这个苹果 logo 是银色，而不像 Pro 一样是黑色的。这是对比午夜色，午夜色如果能够做到完全不沾指纹，真的很好看。可惜呀，做不到啊。这是对比星光色，星光色一直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对于蓝色呢，我的个人购买建议，这是一款非常漂亮的颜色，但是建立在你真的喜欢蓝色的前提下才购买。如果你只是追求一款新配色，那么万一明年没有蓝色了怎么办？对不对？你的最新款是不是就永远的定格在2025了？蓝色都来了，紫色还会远吗？对不对？明年要是推出一个紫色的 MacBook Air，这谁能扛得住啊？然后我们说一下硬件升级啊，这次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 M4 它的功耗明明降低了，官网显示它的电池还增加了，但是官方写的续航时间居然没有改变。我当场就质问了一下苹果啊，我说为什么续航没有提升呢？苹果的回答是，我们的续航时间啊写的都非常保守啊，实际表现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于是我就测试了一下，我同时对比了 M2 芯片版本15英寸 MacBook Air 和 M3 芯片版本13英寸 MacBook Air，同时播放 1080p 本地视频 7.5 个小时啊！我睡觉之前让他们循环播放，第二天早上睡醒之后再去检查。其中 M2 芯片版本15英寸 MacBook Air 它的耗电66%啊，而 M4 芯片版本的15英寸耗电56%，也就是说节省了10%。M3 芯片版本13寸的 Air 耗电74%，而 M4 芯片版本耗电63%，节省了11%。也就是说，M4 版本的 MacBook Air 在这个场景下已经要比15英寸的 M2 芯片版本 Air 续航更长了。再说回性能表现啊，简单测试导出相同的一段10分钟 4K 60帧视频 ，M4 芯片版本耗时10分钟，M3 芯片版本慢了1分钟啊，耗时11分钟。但是
M4在导出更快的前提下，全程发热始终保持更低，让人直呼好家伙。而且在两款电脑都完成导出之后 ，M3 芯片版本，这个是我刚才截的图，就是跑这个任务之前截的图，47%，然后10分钟之后。剩余电量是43%，也就是说它导出的一个10分钟的 4K 视频耗电4%。这个呢，则是 M4 芯片版本 MacBook Air， 它在运行这个任务之前剩余电量是97%，在运行了10分钟之后，它的剩余电量是96%，也就是说它只耗电了1%。SSD 的速度测试了一下，比前代要更快了。我这两台都是 1TB 的版本，这次没有拿到标准版本，所以没有办法给大家测试是否速度有差别了。因为 M4 芯片它的带宽提升了啊，支持同时外接2台显示器，这是 M3 芯片无法实现的。另外，它的前置镜头首次采用了12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支持了视频人像居中。桌上视角呢，在这里打开。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呢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根马克笔。不过由于本身镜头和高度的限制，并不是特别的好用，属于是有比没有强的功能。这一次对于 MacBook Air 有一个超级王炸，就是国家补贴啊，电脑类产品的价格直接给你砍掉20%，最高减2000啊，加上 M4 芯片版本 MacBook Air 这次价格下调到了7999，国补之后价格来到6399，教育优惠叠加之后更是来到5799，花5000多块钱买一款苹果最新的笔记本电脑。我想这个念头可能会撬动很多以前没有考虑过苹果的用户。当然，高校师生呢依然可以等一手。7月份开始的新学期返校活动，如果返校活动能够参加国补，相当于5799，买了一套苹果最新的笔记本电脑，再免费送一套 AirPods 4。想想还挺刺激的，当然现在不确定返校活动是不是能和国补叠加，我听到有风声，有希望。其实无论是首发的6399，还是教育优惠的5799，亦或是等4个月之后可能出现的5799再送一套 AirPods， 都是我做了这么多年 MacBook 视频价格最吸引人的一次了。而且这次价格调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把 Air 和 Pro 的产品线区间拉开。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新设计刚推出那会儿 ，M2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Air 要卖9499啊？那会儿稍微加配置就够买一台 Pro 了，所以一度让很多用户很困惑，到底该买哪款？现在这两款它的差价已经来到了5000块。消费者大概率不会再纠结到底该如何选择了。接下来快速说一下几个购买选择啊。第一个就是选13英寸还是选15英寸？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呢，15英寸啊还是挺沉的。我几次尝试在家里使用这款笔记本，发现如果翘二郎腿使用啊，把笔记本放在腿上，因为电脑体积比较大，还容易左右摇晃。如果外出携带的话呢，因为这款比较大的体积，在一些咖啡馆啊、高铁小桌板啊、飞机小桌板啊，还施展不开。所以我觉得15英寸更推荐给本身工作啊或者学习环境中没有一台很大的显示器的前提下，日常使用笔记本需要频繁的调用多窗口这部分用户。其他用户呢，我可能会更优先推荐13英寸，因为这才是 Air 的精髓。第二个问题就是256GB 存储是否够用？够用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啊，取决于每个人的存储习惯。我个人觉得512GB 会更灵活一些吧。不过现在有三星 T7 的存在了，对不对？有钱你就加官方的存储，预算不高你就拿 T7 找补。第三，下单的时候啊，会有电源插头的一个选择，这个位置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加170元选择35瓦双 USB-C 插头，那个插头非常好用啊。我觉得不用选那个70瓦的，因为你如果追求更快速充电的话，买一个第三发插头就够用了。但是 Air 呢，几乎不需要追求高速充电，因为续航非常的好。35瓦这个插头，它充2台设备时候这个分配策略是目前做的最好的。第三方好像只有 Anker 的那个苹果定制插头能够实现这种效果，但是它是只在苹果商店销售，而且你是需要单独购买的，这个你只需要添一部分差价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对于测试和购买推荐的内容。最后呢，我想说一下我对于 MacBook Air 这款电脑的一些感受。我认为这是在苹果理念里最接近笔记本终极形态的一款产品。应该是先设计了 Air， 然后对性能进行优化，才有的现在的 Pro。所以 Pro 单从颜值上来说，和 Air 差距不是一星半点。MacBook Air 是你拿在手上能够感受到工业设计魅力的产品。在这里，我知道有很多用户特别怀念苹果在2016年推出的12英寸 MacBook， 对吧？怀念它的轻，
怀念它的薄。我恰好就是当年首发入手的用户之一，这是当年我使用过第一台 USB-C 接口的设备。这台笔记本这么多年我都没舍得卖。然后这个位置是我们家当年小猫淘气的时候在桌子上踢了一脚，把我的笔记本踢到地上了，摔了一个坑啊！当时给我心疼坏了。也快10年时间过去了，它已经从一只可爱的小猫长成了一只可爱的小猪啊！说跑题了啊！很多人都很怀念当年12英寸 MacBook 的轻，但实际上今天的 MacBook Air只比它重了300克，但是 Air 整体要比它大上1圈2，屏幕更是大了非常的多。很多人都怀念12英寸 MacBook 的薄啊，但实际上现在13英寸的 MacBook Air， 它最厚的位置已经要比当年12英寸 MacBook 最厚的位置更薄了。当年的 MacBook 它采用的是楔形的设计，另一侧呢像刀锋一样，但是它牺牲了键盘的手感和电池续航。当年苹果为了这款笔记本特意定制了那种2片的电池因为机身逐渐收窄嘛。而今天 MacBook Air 几乎没有任何牺牲，出色的键盘回馈手感，超长的续航时间都完整得到了保留。如果说我对这款电脑有什么抱怨其中一个就是右边没有这个 USB-C 接口，另外键盘如果是白色的就更好了。然后期待早日它能够升级到 OLED 的屏幕。所以我觉得大家无需再怀念12英寸的 MacBook 了，现在的 MacBook Air 正在以各种方式全方位的超越历史。因为工作的缘故，我的主力电脑呢一直是 MacBook Pro 因为动辄从早到晚1天的剪辑，更快的导出速度就代表着更高的工作效率，给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但其实我很羡慕能够把 Air 作为主力电脑的用户，我日常都是只要能使用 Air 的场景，都尽可能的使用 Air， 比如说写稿查阅资料或者出差的时候没有很重的视频任务我用 Pro 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 Pro， 但我用 Air 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Air。所以如果你的使用习惯不需要长时间持续高负载的性能表现，那么请好好的享受这台笔记本所带来的轻薄体验和出色性能。看到旁边有人从背包里抽出一台 MacBook Air， 那是我羡慕的瞬间。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